买基金想要挣到钱啊，其实根本不要求你是个天才啊，毕竟我们要把资金是交给专业的人去打理的，只要我们会挑人就行了。我相信呢，很多基金的销售、基金的教学视频都会教你怎么去看收益，但是可能没有人会教你怎么去看它的风险控制能力。那么接下来呢，这几个视频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来跟你说一说，怎么去评估一只基金的它的风险控制水平如何。那么这几个风险控制指标非常的重要，关系到你买基金会不会赔本。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收藏起来，多看几遍，一定不会错的。第一个指标就是最大回撤。什么是最大回撤呢？其实名字上非常好理解就是基金最大的下跌幅度。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所有对于基金最大回撤的描述都需要一个前置的时间条件，比如说是多长时间段内的最大回撤，比如是最近1个月的最大回撤呢，还是最近1年的，还是说是成立至今的历史最大回撤呢？我们拿我们在基金软件当中经常看到的最近1年的最大回撤来举个例子。基金最近1年的最大回撤指的就是在这1年的过程当中，基金从一个高点下跌下来，达到的最低点的底部的这个下跌的幅度。这么讲呢，可能还是有点抽象了。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某只基金最近1年的净值曲线。我们会发现，在这1年的时间当中，这只网红的白酒基金发生了好多次大大小小的上涨和下跌，而最大的回撤幅度是多少呢？其中特别有2次是非常明显的回撤，一次是发生在今年的2月10号，一次是发生在今年的6月7号。在这2次下跌之后，虽然有波动但是在下跌之后都出现了一个净值的最低点。相比而言，基金净值从2月10号的1.6198 下跌到了3月9号的1.1255，这其中回撤达到了 30.52%， 这就是最近1年这只基金的最大回撤了。所以你可以看出，基金的最大回撤指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客户买入基金最大可能产生的亏损的幅度和比例。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了，这是一个下跌行情那么上涨的行情会不会有最大回撤的数据呢？当然也是会有的。我们就拿最近表现非常不错的某主题基金的走势来看看，这个基金在最近1年内的收益是 195.53%。 即便如此也不是说就没有回撤了，也不是说客户买入这个基金就一定稳赚不赔比如这支基金的最大回撤就发生在了2021年的1月25号到2021年的3月24号这之间，它的净值从 2.5164 下跌到了 1.8882， 这期间的最大回撤居然也达到了 24.9%。所以，如果你买基金的时候只是看着它 195% 的收益，而忽略了 24.9% 的亏损的风险，那么是很容易没法用一种科学的心态去面对这笔投资的，很容易在下跌的时候就过早的放弃。那么，了解最大回撤到底有啥用呢？首先呢，我们在买任何基金之前，一定要看看基金的历史最大回撤。记住，要看当下管理的这个基金经理的那部分业绩的最大回撤。最后呢，在你买入之前一定要先预想一下，买它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这个最大回撤。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心态能不能够承受得了？如果承受得了的话呢，没有问题。但如果承受不了的话呢，再好的收益水平，我建议你不要买了。其次呢，在我们选择基金经理的时候，如果2个基金经理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取得的业绩表现都差不多，重点呢，我们就要选择看那个最大回撤相对比较小的基金经理了，这样大概率会让自己的投资呢更加稳健，产品波动也会更小一些。最后如果你发现了一只非常优秀的基金或者是基金经理正好处于它历史最大的回撤的时候，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回撤的附近可以买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加仓的机会。比如现在其实有很多偏爱价值股的基金经理，在今年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最大回撤附近了。说实话，这里面的一些优秀基金经理是值得我们捡漏的，成功率也是非常大的。最近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2020年初那会儿，我们都知道疫情爆发，全世界的资产都在恐慌式的暴跌和抛售，甭管好的资产还是坏的资产，通通下跌。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2020年年初那会儿，简直是一个送钱的黄金坑。如果那个时候，对吧，布局一下，真的到现在是绝对不得了了。好的，最大回撤的知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下节课我们还是会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就是波动率。我们下节课见。